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在二审时，原重庆公安局副局长、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为免于死刑，主动说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：但凡有女明星、女歌星到重庆走学演出，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他们，包括用钱买、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他们等，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。文强交代了一份睡过的12位知名女星的名单，检方担心影响过大，这份名单最终没有流露出来。然而这也揭露了重庆文霸天文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色情狂魔。深陷文强染指门的女星中，当属韩国女星金喜善最委屈，被文强睡过后还没有拿走1分钱。金喜善因为甜美的外表，自出道就走上巅峰，在2001年获得香港金曲奖韩国最佳演艺人奖，从此打入内地影视圈，深受内地观众的喜爱。2005年，金喜善与成龙合作的奇幻爱情电影《神话》即将上映。金喜善饰演为了将军蒙毅的一句承诺而等待千年的异国公主玉树，并与成龙合唱了电影主题曲《无尽的爱》。一时间，金喜善成为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。在电影上映前，金喜善随队到重庆参加宣传活动。当此消息传出后，无数男粉丝激动不已，挤破脑袋也要来重庆见金喜善一面。当金喜善在重庆大剧院举办歌迷见面会时，剧院外面停着十分耀眼的一排豪车。更让人诧异的是，车牌照都是劲打头的。当人们看到下车的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时，有人表示，这不是山西首富李兆惠吗？他也是金喜善的粉丝吗？大多数粉丝只是想要单纯的一睹金喜善的风采，李兆惠则不同，他如此高调来重庆，目的是为了和对方共度良宵，为此他不惜带来重金。在金喜善的见面会结束后，李兆惠的一名得力手下费尽心思绕开保镖，找到金喜善的经纪人，说明了来意。外面停着的就是俄们山西首富李老板。俄们李老板想请金小姐吃顿饭，不知能行否？金喜善的经纪人也没有想到粉丝中还有李兆惠这样的人物。按照正常情况，明星陪富豪吃饭喝酒本就是很正常的，有的还都是明码实价的。即使是金喜善在韩国，也免不了被财阀邀去陪吃饭。但是以金喜善当时的势头，一个山西首富还真就不能让金喜善趋之若鹜。于是经纪人开口说，抱歉，这次金小姐的行程都排满了，下次金小姐去山西一定登门拜访。李兆惠的手下也不生气，说道，我们李老板说了，只要金小姐同意吃这顿饭，就给金小姐200万元现金，钱就在车里。在那个时候，20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金喜善的经纪人和金喜善商量后，又说，李老板果然有实力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再加一点，毕竟会影响金小姐的行程。李兆惠的手下拿起电话说了几句，不一会儿，一个有点发福的年轻人也来到了后台，见到金喜善后就两眼放光地说，鄙人就是李兆惠，俄是金小姐的头号粉丝，非常仰慕金小姐，钱不是问题，可以加到300万。金喜善的经纪人当即答应下来。正当李兆惠以为胜券在握时，一切按计划进行时，突然后台通道涌进来一帮身穿黑色制服的人，为首的正是重庆的黑老大
文强的左膀右臂陈明亮。陈明亮当即喝住大家，都不许动，然后看着金喜善说：“今日难得见到金小姐，不知是否有空？”金喜善的经纪人反问：“你们是谁呀？怎么没有预约就直接进来了？”陈明亮说：“我们是来接金小姐去吃饭的，你们收拾一下，我们就出发了。”经纪人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金小姐晚上已经有安排了，不能跟你们去。你们到底是谁呀？”此时在一旁的李兆会为表现一番，也站出来表示：“你们究竟是谁？胆敢在这里放肆，简直是没把李某人放在眼里。”陈明亮不耐烦地说：“哦，原来是李先生啊，那又怎样？在重庆这个地方，是龙给我盘着，是虎给我趴着。今天有请金小姐赴会的是文二哥，李先生来重庆也不知道拜一拜码头，当心走不出重庆啊！”李兆会身边的人听到文二哥3个字后，立刻在李兆会身边耳语几句。李兆会才明白文二哥是个惹不起的人物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文强出现在后台，陈明亮连忙跑过去献媚说：“文二哥，这点事兄弟就摆平了，何苦您亲自跑一趟？重庆谁敢不给您面子啊？”文强则拍了拍陈明亮的肩膀说：“你们先去布置一下，我亲自接金小姐过去吃饭。”文强压根就没正眼看李兆基，而是对金喜善的经纪人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只要你把金喜善小姐叫出来和我吃顿饭，我就给你张500万的支票，你考虑一下。”说是考虑，却哪有余地？眼看这个场面，李兆会也不再争抢，而是悻悻地带人离开了。金喜善的经纪人也意识到，恐怕不跟着文强走是不行。估计金喜善也没有想到，作为国际很有影响力的巨星，会在重庆这个地方留下难以忘记的经历。就这样，金喜善坐上了文强的车，车子风驰电掣来到重庆本地的亮点茶楼。文强轻车熟路，带着金喜善上了2楼的包厢。只听文强吩咐一声，早已准备好的高档酒菜立刻端了上来。金喜善进屋后也脱掉了外套。文强看着身边穿着暴露、身材性感、双峰挺立的金喜善，激动万分。他玩过很多女人，也玩过很多女星，但是如金喜善这般诱人的，却从来没有过。在心中进行肮脏活动的文强表现如谦谦君子一样，十分绅士地为金喜善夹菜。金喜善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虽然长相不太好看，但是气度不凡，于是慢慢放下警惕。2个人就这样推杯换盏地吃了起来。酒足饭饱后，金喜善感觉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于是起身说道：“文先生，非常感谢你的盛情款待，我还有事先告辞了。”文强听完后，心中暗想：到手的鸭子还能让你这样飞了？立刻起身，拉住金喜善的手说：“金小姐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仰慕你已久。今天邀请你来，是想听你为我单独唱一曲神话。我特别喜欢你拍的这部电影，今天一见到你，觉得你比电影里还要美。女星陪喝酒献才艺倒不是什么出格的事，毕竟对方是要付出一大笔钱的。”金喜善于是拿起话筒，深情地唱了神话的主题曲。一曲唱完，金喜善又要告辞，文强则不慌不忙地给金喜善倒了一杯酒。今天金小姐给我面子，陪我吃饭，心里很是感激，为表谢意，我敬金喜善小姐一杯。说完，文强便举杯一饮而尽。金喜善在酒席上已经喝了不少酒，况且明天还有一堆事要处理，哪能这样喝？因此没有端起酒杯。
文强看着，假装体贴地说：“金小姐别担心，这个是度数不高的果酒。金小姐不信的话，可以尝一小口。”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金喜善也不好再拒绝，想着尽快结束这场宴会，于是拿起酒杯品尝一下，确实是果酒后，便一饮而尽。金喜善喝完后，再说了一番客套话后，便打算向包房外走，谁知刚走了没几步，便站不住了，然后昏昏沉沉的要倒。就在此时，文强一把抓住金喜善，口中说道：“怎么了？走不动了吗？躺到哥哥怀里休息一下吧。”文强一只手搂着细腰的金喜善，把鼻子放到金喜善的耳朵下，疯狂地呼吸，另一只手则尝试着打开金喜善的上衣纽扣。第二天早上，金喜善疲惫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，再看自己已经是衣不遮体，想都不用想，金喜善就明白昨晚发生了什么。金喜善十分气愤，却没有看到文强，于是便快速穿好衣服，回酒店找经纪人。经纪人足足找了金喜善一夜，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此时见到金喜善，是又惊又喜。金喜善在和经纪人说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后，经纪人哪肯罢手，当即就要去找文强要个说法，至少要把昨晚承诺给的500万元拿回来。可是经纪人压根就找不到文强。金喜善啥时候吃过这样的亏？当即打电话给娱乐圈的一位大哥，连哭带嚎地说：“大哥，我在重庆被人占了便宜，你得帮我做主啊！”大哥听说有人敢欺负金喜善，当即说道：“系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在重庆也认识一些朋友，必须帮你出了这口气。”金喜善说：“他说他叫文强。”大哥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喜善，这事儿我恐怕爱莫能助。文强在重庆只手遮天，不是你我能得罪得起的。你还是赶紧离开重庆吧。”金喜善听大哥说完，也只好叹了一口气。毕竟自己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如果此事闹大，对自己的演艺生涯十分不利。他倒是希望文强能够永远不将此事说出来。最终，金喜善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了。很多人不明白，文强不就是一个公安局副局长，为何能够在重庆只手遮天呢？跟大多数的黑警不一样的地方，文强确实有几分能耐。在担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长达16年的时间里，先后指挥破获震惊全国的警匪枪战案、中国第一盗窃案、运钞车被劫案、杀人恶魔张军案，获公安部一等功多次，是闻名一时的打黑英雄，号称全国排名靠前的刑事侦查专家。尤其是张军案，更是让文强在警界名声大振。张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悍匪，手上有将近50条人命，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悍匪。然而在2000年9月19日，张军却在重庆落网了，文强也在现场。当张军被制服后，文强用脚踩在张军的脸上，然后拨通了上级的电话。张军抓到了，他就在我脚下。看着周围群众越来越多，文强却没有放下脚，而是踩着张军的脸，问道：“你晓不晓得我是哪个？”张军从没见过文强，只是说：“我不认得你。”文强感觉受到了羞辱，狠狠地又踩了一脚，然后说道：“你真的不晓得我是哪个？”张军无奈地说：“我真的不晓得。”文强大声地喊道：“我是重庆公安局长文强。”感觉说的不对，文强又大声地喊了一遍：“我是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。”文强的名字立刻传遍重庆，街头巷尾，
都在谈论文强抓捕张军的事迹。正是因为这样的成绩，让文强从一个中专毕业生逐步成长为警察系统中的高官。然而，仕途风生水起的同时，让文强颇有一些自负轻狂，很快暴露出一些恶劣的本性。在文强担任巴县县委副书记时，一次在和一位副县长喝酒的时候吵了起来，文强立刻拿起酒瓶砸向对方，副县长也拿起酒瓶跟文强大打出手，两个地方高级干部就这样打了起来，跟混混流氓又有啥区别？除此之外，文强还有一次在有市领导在座的酒席上，对另一位同样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僚破口大骂，让在座的市领导十分难堪。由于作风问题，文强的仕途差点受到影响，好在上面有人，此事被压了下去。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，文强本来有2次机会担任常务副局长，然而却都被他人截胡，这让文强颇为愤懑不满。长期待在副局长的职务，让文强的资历越来越大，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熟悉。文强也一天比一天放肆起来，逐步走向堕落的深渊。文强嗜酒成性，很快就暴露出酒后滋事的性格缺陷了。文强最喜欢喝的酒是路易13，每次都要消费2瓶以上。有一次，他在渝中区喝得酩酊大醉，竟然和一位区领导打了起来。此事闹得很大，市公安局局长接到报告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就叫文强来训话。谁知道文强刚走到楼下，就在大厅里睡着了。酒和色经常是连在一起的，好喝酒的文强自然也好色。重庆纪检部门有关人士后来证实，在文强被双规前，纪检部门曾接到过一封来自重庆某医院的匿名检举信。检举信中称，一位和文强关系亲密的女性去该医院检查，被查出了性病。该女性当时就在医院大骂是文强害了她，但是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，无法查实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其实，文强当时的所作所为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文强曾灌醉一名女大学生，然后将其强奸，与原重庆歌舞团的一名演员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。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文强便开始与当地黑恶势力走到一起。有一次，重庆警方查获一处地下赌场，谁知却被乱枪打死。此事已经闹得很大，文强却下令将从赌场缴获的80多辆车子和数不清的现金全部退还。就这样，文强和黑社会成员打成一片，与黑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被指为幕后最大的保护伞，投桃报李。黑帮组织也尽可能满足文强的需求，有黑帮成员到学校为文强选美，有确切证据的就有4名中学女孩被其强奸。如果说这些都是文强在暗中进行的活动，那么文强长期霸占美女下属王香凝的事，则可以说是警队内部人人皆知的事情。可见文强目无法纪到什么地步。王香凝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女警，长得也很漂亮，又有事业心，曾长期从事刑事调查工作。然而文强辣手摧花，连这样的杰出女警也不放过，使得她成为自己的情妇。王香凝长得这样漂亮，警队里当然有很多人想追。曾经就有一名不知情的张警官疯狂追求王香凝，他对王香凝说：“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请你考虑考虑。”王香凝纵然事业心再强，也是一名女子，哪有对爱情不憧憬的？她发短信给这名出色男警官：“我对你也很有好感，
可是我现在身不由己啊！王香凝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条短信竟然被文强看到了。原来文强一直暗中监视着王香凝的一举一动。有一天，文强将王香凝叫到办公室，在关门拉上了窗帘后，文强直接脱下了裤子，并对王香凝说：第一个选择让小张去看水库，第二个选择让小张殉职，你来选吧。王香凝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，然后蹲下了身子。第二天，小张一脸懵逼的被调去看水库，再给王香凝打电话发短信都没有得到回复。从此，王香凝再也没有过这样的绯闻。大家都知道她是文强的女人，文强不准她结婚，必须随叫随到，几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文强在重庆无法无天的兴风作浪时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向上举报和反映。2009年8月6日，文强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长座谈会时被限制行动。9月26日，文强被执行逮捕。不可一世的文强终于迎来自己应得的结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